這個視頻咱們一起來做一個玉米奇果，焦香酥脆，鹹香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記得點讚收藏起來。先記一下材料，这里是中筋面粉，準備200克，然後再準備玉米粉80克。另外要注意，玉米粉不要摻特別多。接着加上1枚雞蛋，大概40克。先要把雞蛋和面粉攪拌均匀，防止等一下咱們加酵母呢，它搅拌不匀就麻煩了。然後呢，再加上2颗酵母。下一步水，咱們準備140克水就可以了。這個水量呢，和出來之後，面团好擀，容易做。和面這一塊呢，還有一點大家需要注意，因為裡面加了玉米粉，大家在和面的時候呢，一定要稍微多揉一下。這個面粉的顆粒還是比較粗的，如果說揉得太短呢，它表面是不光的。再一個，如果咱們在揉面中途發現有點黏，可以稍微撒上一點粉，再去揉面。這樣的話能更快的把面和到表面不黏、相对均匀的狀態，這個面團就揉好了，成這樣。然後呢，包起來進行發酵。這個發酵的時間呢，大家稍微控制一下，不要發得太過就好。這塊面團就已經發好了，接下來呢，咱們案板上撒一點粉。撒上粉之後呢，就是為了防止它粘在上面，因為醒完之後呢，水分均匀了，它就發粘，這個很正常。然後呢，兩面沾上乾粉。這樣你在揉面的時候呢，它就不粘你的手，就很方便的去揉面了。大家可以看，咱們直接像這樣压扁，然後呢來回的去折疊。同時大家需要注意，玉米面加了，咱們不需要長時間揉面，稍微揉一下之後就可以把它收成這樣的圓形，然後直接按平。下一步直接用擀面杖把它擀成片儿。這一步呢，大家需要注意，咱們在擀面的時候呢，这個力度一定要均匀。如果發現粘了，上面記得補粉，這樣你才能更順利、更快，把整個面皮擀得更加均匀。整張面皮擀成畫面中這樣，厚度基本一致，但是呢，這個厚度要保持在3毫米左右，因為這個厚度還是相對更好操作，太薄了不好弄，容易弄爛。接下來呢，咱們撒上香油，然後把香油直接像這樣給它抹開。抹成畫面中這樣比較均匀的狀態，接下來呢撒上味道，這裡呢咱們撒的是五香粉、鹽，如果想吃甜的直接撒糖就可以。接下來在表面撒上粉，防止這個油滑，再把這個面粉像這樣稍微抹一下，讓它服帖一些。下一步用刀像這樣給它切成一個長寬條，咱們切這個條呢就是為了給它疊起來。切的時候呢，盡量不要太窄，太窄了反而不好操作，稍微寬一點。然後呢，咱們把這個面稍微輕輕的扯一下，像這樣給它疊成一個四方形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在疊的時候呢，一定不要留太多空隙，讓它对齊。疊過來之後呢，這邊也是一樣，咱們直接從這邊劃上一刀，劃刀口的時候呢，到前面那個位置不要切斷，要留一部分，然後再折疊，這樣疊出來之後，整個就是比較完整。全部疊好之後，就像畫面中這樣，然後呢，咱們也不需要把它兜起來，兩邊漏氣也不要緊。接下來表面補充一點粉，然後把這個面放在上面，咱們像這樣給它按壓，壓的時候呢，一定要慢一點，盡量給它整齊一點。這個面收好之後，直接用擀面杖來擀，擀的時候呢，不要只擀一邊，要兩面開始擀。這樣就可以確保兩邊這個寬度呢基本一致，留更多的光面。如果單擀一邊的話，它兩邊這個位置呢就會留的比較多，錯開了。所以兩面開擀，差不多擀成畫面中這樣的厚度，大概有個6毫米左右。然後把邊邊去掉，這個邊邊去掉呢就是為了好看一些。當然如果你怕浪費的話，切掉的這一部分咱們也可以做成烤餅，也是没問題的。然後呢，表面抹上一層蜂蜜，要稍微用水稀釋一下，這樣好抹一點。抹好之後呢，接下來先不要動，先像這樣給它放一會兒。咱們先把烤箱預熱，上下火都是200度，咱們預熱個10分鐘。這個期間咱們把面打開之後，咱們斜刀給它切成條。切的時候大家需要注意，咱們盡量留這個寬度的時候呢，留到2到3公分寬，這樣才能保證這個形狀好看一點。然後再把這個條像這樣斜刀切成一個菱形，也就像所謂的一些小旗子一樣，像這樣給它完全切斷。最後呢，直接摆進烤盤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摆的時候呢，稍微讓它有一點縫隙，
這樣它成型就比較好看，不会互相的粘在一塊儿。最後放进烤箱，溫度不变，烤27分鐘出爐。拿出来的成品就像畫面中这樣，顏色稍微偏深一點，不要太淺，如果說顏色太淺不酥脆。做好之後呢，咱們稍微晾一下吃也可以，趁熱吃也一樣酥脆。另外呢，要提醒大家，咱們在制作的时候呢，这個配面相当關鍵，玉米粉不要占比太多，注意好水量，像這2點就可以。這是切開之後，裡面就是這樣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